看看你气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那甲状腺的肿瘤有没有长到气管上，因为有的人到了5级或者是什么转移的情况下，就会从气管走到肺。就如果你得一种癌症，可能甲状腺是最好的一种癌症。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天，就是关于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被查出来。那如果你也是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患者，或者是你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个话题或者是这个病那你就可以去简单的听一下，也许对你会有用途。首先我是从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在检查身体的时候查出来。当时那个医生说，我可能就是多给你开几个项目检查，就是同样是抽血，可能会知道的更多嘛。然后我就去体检，早上起来空腹抽血呀，然后做 B 操啊，因为这2年疫情嘛，医院也是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前年就没有去检查。所以说我去年的时候就觉得OK，做一个多一点的项目也是蛮好的。然后我做完之后，当天应该是下午就能出来结果了。其他的项目可能都还很正常，跟以前指标一样，但是唯独就是多出来那几项，就是验的就是甲状腺激素这方面的那3项吧，属于甲功。还是5项还是几项的，就也没有在意。当时拿报告的时候就顺便问了一句大夫，然后大夫就说你这个去挂一个甲状腺科，因为我会稍微的胖，可能他怀疑我会有甲减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下午就想反正也拿完报告了，然后顺便我们就去挂一个。当然是在三甲医院一个很普通的甲状腺，它并不是专科，所以说就是那个大夫呀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就觉得是不是新陈代谢不好或者是激素紊乱这个大夫看了那个单子以后，就也是怀疑我有甲减，就问我你之前甲状腺有检查过吗？我说没有检查过，很自然的开单的嘛，就说那你去验一下 B 超，然后看一下你甲状腺的问题，然后再回来决定吃不吃药。当时我们觉得这还 OK， 大夫做的时候就问我，反复的问我，大夫就说你这个需要去专科医院再去查。然后我就听跟没听一样那种，把这个单子拿回到给就刚才开药那个大夫看的时候，大夫也是同样一脸惊讶，就是说 B 超显示不好。当时就他没有给我结果，其实他是知道我是几级，他当时给我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做加强彩超的这个 CT，又约了个加强，因为加强的话，好像是800多，但是他需要等1个星期才能就是预约，他那个机器可能会更加准确，然后他出报告的时候也可能不是当天出。我们当时拿到那报告的时候，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左右有两边都有，然后一边可能是4C，一边是4B 吧，应该是。又过了一些日子后，我偶尔的时候工作起来就可能会特别忙，要不然就是会特别闲，就感觉就有点心慌。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用我那个 iPhone Watch，然后就是测的时候，就相当于可能100多了吧，就是100以上的那种，90、80、100以上。后来是因为我家亲属有一个在医院里之前当护士的嘛，然后就聊天当中，我妈打电话是无意中就聊到，给他发过去看之后，他就说这个很严重，你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去肿瘤医院去，就是挂一个甲状腺科，然后去看，就反正必须得去。因为就是我到4了嘛，然后我们家这时候才知道1、2、3、4是怎么回事儿，我再去查什么各种网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吧，就开始挂号。挂号的时候更扯，就是挂不上，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天津肿瘤医院的甲状腺科是华北第3，就是除了北京的协和可能跟另外一家之外，天津这个肿瘤医院是最难挂。我就拿着个手机跑到路由器旁边，然后去抢，就是每天可能是下午6点，还是每个大夫都不一样。你先甭说这个号，是什么哪个主任哪个什么院长什么，就是你先甭管这个，就是你能抢上就不错。
医院里面就是看一下他们的简历嘛，就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医生才会进，对吧？你对医生要有一个真诚的相信的心，你才可以就是去治病，你不能总去怀疑别人。所以我们也没考虑什么这些关系啊或者是什么的，挂个号去看一下。就是很简单，但是就挂不上。然后医院给的是一个 APP，就是第三方那种的。但是通过我的各种实验，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第三方 APP 它是不快的，因为它要把那个号分给他，然后他呢又需要在那个时间去放出去，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延迟，然后还会有一些猫腻，你知道吧？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反正我是抢不上，然后我就直接在这个肿瘤医院的自己的官网上一抢，然后就抢上。你如果要是非得要抢一个你所认为的那个主任或者是谁谁谁都说好的这种大夫，然后那你可能就需要再抢个一两次。反正我是在那个天种自己的网站上抢上的，然后抢上以后吧，你还要去等，因为人家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十几天以后，一个半星期才能给你看病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是你是可能跟甲状腺有问题的这些小伙伴，那我就要建议你先去做检查。你挂一个普通的门诊，每天都可以挂，然后你去把你的检查都做了。这个问题呢，也不能说是对错，因为有的时候的医院它是不认其他医院的报告的。等到你要挂号的那个主任或者是那个大夫的时间的时候，你把那些单子都拿给他，因为每个医院都有每个医院的评衡标准，尤其是这些就是专科医院，他会比较相信他自己医院的这些报告。如果你要是拿着外面的医院的所有单子去看，他还是有可能会让你再在他的医院再做一遍的。那样的话，去排了一个多星期的号，对吧？然后你又去做，他等于他就给你开个单子，像普通门诊一样给你开，那你还得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就非常的浪费时间。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就会耽误病情，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然后就是我看了那个医生嘛，就是找了一个很佛系的医生，因为他是下午上班，我基本上上午也是起不来的。他看了一下，上来就会说，你这个需要做手术，因为你4级已经是很严重的嘛。那我在就是天津肿瘤医院做的时候是4B 好像还是4A 的，反正就没到 C。所以说你看，就是每个医院做的都不一样吧。但是我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暑假的时候会有工作很忙，而且又很热嘛。你中国的医院它不可能说就是环境啊，对吧？然后设施就是比如洗澡啊特别特别好，而且疫情嘛也很热，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养伤口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问我你要不要穿刺，然后我说我不穿，因为我已经确定了嘛，就是而且是两侧的话它需要全切，你穿了等于就是会受2次罪。如果你穿不上查不出来，你穿上了你就立马要做手术，因为它会有转移的风险。大夫留了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嘛，然后我也有他联系方式，就是他们现在大夫都会有一个2维码，然后也是在一个官方平台上聊天，就等于你挂号，稍微的会有点贵，但是你就不用等了，反正他基本上会是在48小时之内给你回复，包括你的复诊，包括你有什么问题，你的报告都会传到上面，这样也会很方便，对吧？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又没有很重视的那种。我想了一下，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那种海带汤啊、紫菜汤啊这种甲状腺，就是对于花科类的和一些海带、紫菜的那种东西是非常就是含碘量特别高的，就是你不能吃。当然，现在做完手术以后，因为我是全切，所以可能无所谓了。大夫说无所谓，但是还是不能总吃吧。就是我现在也会有所控制。那 OK，那我们就再说一下。我做手术的话，基本上1个星期吧，在中国就是你进去先检查，然后一通检，然后就是各种抽血，我抽了7管血，就4000多块钱就花在抽血上。然后抽出来你只要没什么大病，对吧？然后没有什么肾呐、肌酐呐什么那些体，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然后还要做胸片儿。还要做一个喉镜啊，这个喉镜非常难受，从鼻子里面伸出一个管儿，然后去检查你的这个喉咙，因为我们甲状腺这块不是在这边嘛，
包括插管的那个麻醉嘛，看看你气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那甲状腺的肿瘤有没有长到气管上，因为有的人到了5级或者是什么转移的情况下，就会从气管走到肺。所以说甲状腺这个东西呢，虽然所有人都说是一种懒癌，就如果你得一种癌症，可能甲状腺是最好的一种癌症，但是你也不要忽略，因为它是最快的走淋巴和走肺转移的这么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它连接的是最近的。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检查过甲状腺的问题，尤其到了25岁以后，到就30-40岁的人特别多，不要忽略甲状腺，因为它是没有反应的，真正严重的或怎么着都没有什么感觉。就但凡是你能摸到，比如说可能会有肿瘤，那可能都是良性的比较多啊。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要每年体检。然后手术呢，就是基本上1个多小时。醒来的时候是他把管子给我扯出来，然后又把口罩给我戴上的时候，我就很想吐，就出来嘛。出来之后是麻药过后的12个小时要输液，就反应基本上大家都是吐。那吐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这个地方已经被就是做手术了嘛，不要太使劲就可以了。因为有的人他年龄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或者是他太使劲了，咔一下子就出血了，你知道吗？一出血这一块就得再重新切开，然后什么切气管什么，就是各种反正也挺恐怖的。麻醉之后会记忆力非常的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说一下甲状腺之后的问题。因为我是全切手术，所以说我等的病理报告呢也没有转移的太多，所以我就不用做那个碘131的那个化疗。但是如果要做那个，基本上5级，或者是已经有那种淋巴从这边走淋巴的人，开刀我们都是开前面的一个小口，你看就是前面这个地方。然后我还很幸运的，我不是淋巴体，所以就是疤痕没有那么严重。有的人就是从这儿开，那就是证明他这边的淋巴就是出现了问题，需要清扫的。那他们可能有的人他会去做碘131，那就会吃药啊，注意饮食啊，包括什么那些更严重一点，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做过。吃药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要命，因为做完，尤其是全切做完甲状腺手术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缺钙，因为甲状腺有一些它的功能是会引起你血钙的问题，就是血里面缺钙，然后会引起骨质疏松会有很多问题，包括甲状腺以后。时间长了，它未来以后慢慢的会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种风险，对心脏也不太好，因为它心脏会跳得快。我现在就是都做了快1年了，我有时心脏还是80左右，但是上不了100。然后吃药呢，就是你半切还好，你要全切的话必须天天吃。我有的时候忘记吃了就会难受。当然我不是诚心忘记的，我就真的会忘记，就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吃，吃完药你的蛋白质也不能吃，你只能隔4个小时以后才能吃蛋白质。所以什么鸡蛋牛奶豆制品包括什么豆浆各种那些东西就是4个小时以后吃。我之前还去骨科医院去验了血，验他的这个缺钙问题嘛，因为就是做完手术或者是说甲状腺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抽筋儿我以前是右手抽筋儿，这影响我有时候工作或者是画画。你要是左手抽还无所谓，对吧？你右手就是会有一点影响。所以说我验了之后，那维生素低的不能再低，低到了9点多，那你吃钙片也没有用，你就必须得吃维生素 D， 然后再加上钙，你才能有钙吸收嘛。就是自行又加了1片，因为我吃1片我还是感觉抽筋。我之前拍了一个视频是关于我每天吃药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之前的那个视频去看一下。就只能说也是目前长期钙片先吃着，然后之后还是要定期复查，定期验血，看你的这种缺钙的问题的指数包括甲状腺激素，反正就要长时间的去复查了，然后去调药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所以甲状腺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就切了就切了呗，对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真的，我就实话实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原装的绝对比这个后面的这个水货的要好很多，你知道吧？你无论是买什么东西，电子产品或者是衣服包或者什么，它从质量从做工从样式各方面嘛，就是它都不一样，这是肯定的。什么外贸那些都
算了，跑题了。身体里每一个部分，包括没有用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扁桃体或者什么的，到一定时候它都会有它自己的功能，并且你把它切了之后，再去想用它，可能你再用药。再怎么样，它也是不一样，它会影响其他的器官的问题出现。就是所有的医生就说，那个甲状腺激素的那个药片，它是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是有影响的。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不吃药的话，你1-2天就会有反应，基本上你7天，如果你全切甲状腺就没有的话，你7天基本上就有点心衰了。那如果你吃这个药的话，会引起心脏加速，然后血压会升高。它只是补充你的甲状腺激素，它并不是像你的甲状腺一样去在你的身体里挥发它的作用。包括为什么它会血糖引起高，会引起血压高，因为它释放的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它是补充不了的，它只能现在维持甲状腺的激素在你身体里的平衡，因为它已经没有了。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它有这个作用的。说有的很严重的人都会辞掉工作了，然后就可能居家，然后做家庭主妇了，因为他会疲劳。甲状腺病大部分都是哪一类人群得？第一类就是女性得的会特别多，就是在病房里面基本上就有2-3个、3-4个男的，但是男的如果查出来的话，就真的非常严重。我问过1-2个男的，他是单位每年体检，有的是之前是一个良性，然后转1年转成了不好，有的是从来都没有问题，然后突然之间1年就不好。30-40岁的时候，他的激素平衡会从20多岁有点高，然后慢慢的往下滑。那他往下滑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个冲劲儿，居高然后再往下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你的工作压力，对吧？生活状况、作息时间，就是会突然间查出来的人特别多。还有哪种类型的人呢？比如说，尤其是女性多一点，就是爱生气、爱较真儿，这事儿过不去，特别强迫症。特别的就是，比如说看待社会呀，看待身边的朋友人群呐，不顺眼呐，或有一些什么事啊，人呐过不去，就觉得怎么，当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跟孩子生气着急啊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还是要多多注意吧。我们这个病在这个医院当中是最微小的这么一个病，都不算病。那你想，人家其他的肿瘤的病，你说严不严重，对不对？能在那个医院里面，那肯定会更严重，所以我们的都不叫事儿，真的，大夫都很，就是有的人就追着大夫去问大夫，大夫都觉得你没，就是你睡一觉就 OK， 就没有很少会有那种出现问题或者风险或者是怎么着的，就切了就完了，就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反正得了这次病之后呢，我会感觉我宁可把钱花在吃喝玩上，非要把钱给到医院吗？是不是？所以说心态还是很重要的。挣多少钱有什么用呢？可能你出来面临社会啊压力，朋友之间的攀比啊，你又回到了从前。但是你在医院里，每个人穿病号服都是这么想，我以后绝对不能再较真儿，怎么样，都是会感慨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如果你甲状腺有这种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探讨啊，就包括我在小红书也会有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啊，就这些问题，欢迎大家的留言，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身体。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检查，那我真的劝你去好好的去做个体检。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拜拜。